早晨醒来，窗外映入眼帘的便是这些独具广西特色的喀斯特小山丘，形态独特，充满趣味。早餐后，大概中午12点左右，我们找了一家当地的餐馆，品尝了3道地道的广西美食：竹筒饭、炒米粉和炒牛肉。每一道菜都让味蕾在山水之间回荡，令人回味无穷。原本计划用餐后直接出发，但在老板娘的热情建议下，我们决定去探访附近的一个码头。来到了蓟马码头，遇到了一位热情的大叔，他告诉我们还有船票，顺便推荐了他自己的摩托车服务，原价1人100，但加上摩托车服务，2人总共260元，价格合理，关键是快捷省时，无需等待。摩托车行驶在这条颠簸的乡间小路上，速度飞快，颇为刺激。经过大约15分钟的摩托车骑行，我们到达了下塘码头。在这里，我们登上了竹筏，迎面而来的景色如同一幅画卷，玉龙河两岸的风光美不胜收。我在此建议大家携带拖鞋，因为竹筏上的体验会更舒服。我索性把鞋子脱了，放在座位下，背包挂在座椅上，整个人融入这如画的景致之中。这次旅行中，终于用上了 Avata 2无人机进行航拍。竹筏漂流时，我尝试起飞，但由于船在移动，起飞难度增加，无人机几度失控，惊险万分。沿着玉龙河飞行时，无人机爬至山顶，然后俯冲而下，整个过程惊心动魄。但要小心的是，河面距离很近，稍不留神就可能掉进河中。因为竹筏在水面上漂流，而无人机的飞行轨迹与之不同，操作时很容易产生眩晕感。从码头到码头的漂流大约持续了40分钟，整个过程非常有趣，尤其是看到他们如何将竹筏通过特殊的机械工具运回原地。这是一项精密而且充满地方特色的工作。竹筏上的座椅被拆卸下来，筏体装上货车运回码头，工序严谨而独特。就要穿这个拖鞋，如果你穿运动鞋，你像我一样，你得带个毛巾，然后把这个擦一擦，就会方便很多。这泛舟基本上结束了，但是呢，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。我发现旁边的那个稻田还挺美的，然后我们就去那边再拍一拍，正好车在充电。漂流结束后，我们在玉龙河周边的稻田拍照留念。辽阔的稻田与周围的自然景色相映成趣。我也再次尝试用无人机低空飞行，操作时我大胆完成了破 S 动作，感觉相当顺畅。然而第二次尝试时，动力不足导致无人机不幸坠入稻田。还好买了那个 Care， 不过应该无所谓。但是我估计机身应该受损了，应该桨叶应该不行了。但是我得怎么进去呢？我可能要把鞋脱掉才能进去了。比较硬，不算非常硬。找到了，哇，好像没有受伤啊，起飞不了了。我再试一下，它飞不了了。哎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行程临近尾声时，天突然下起了大雨，我们临时躲进了一家民宿，等待大雨停歇，也顺便给车充电。慢充需要4个小时。目前这个情况是都是泥巴，然后把它擦一下，正好外面还下着小雨，我们目前就在这里稍微停歇一下，稍微休息一下。不过该转的也差不多了，转完之后我们就直接去下一站。这无人机也算战损不少了，第一次飞的时候就在那个东莞松山湖就已经砸到操场上去了，所以它这个机身上就有操场留下那个硬的蓝色的颗粒。你看还是出现了损伤，这个地方它已经翘起来了，虽然应该是可以摁下去的，试一下，但是它还是依旧有一点点翘起来，说明这里应该内部应该是摔断了什么之类的，可能最终还是得送去维修，388换一个新的机器。下午4点左右，我们回到了车上，继续前往下一个目的地——著名的十里画廊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前往十里画廊这里转一转，虽然那是风景，这是大部分基本上是游客都会去的地方，但是我们要去走一走。接下来就是去向北去桂林啊，去龙脊梯田啊这些地方。然而十里画廊并没有想象中那样令人惊艳，人群拥挤不堪，反而失去了原本该有的静谧美感。十里画廊呢，但是超多人，刚才经过的时候看，全部都是人。所以今天我们现在的在阳朔的旅程到此结束了。我们接下来就前往桂林那边吃一个饭。
对啊，兄弟们，我想介绍一下，就这个车有非常奇特的功能，就是它具有自我修复功能。昨天开的时候，就是它定速巡航坏了，但是今天我开的时候，它竟然可以自动恢复了。所以现在就是我还是可以使用自动巡航的功能。OK，真的是太神奇了。所以我们继续出发去桂林。现在来到了桂林市中心，然后买一些奶茶，没错，买奶茶。我后面这个看起来应该像是那个古城墙什么之类的。然后我们来这里买点奶茶之后，再买个肠粉。这是在吃非常有名的这个螺蛳粉之后，我们就要前往下一站。这个春茶，天哪，很有这个广西的民族服装的感觉，还有这东西换来换去，真的很地道，真的。不过来这个，我觉得很惬意啊，来这些地方就感觉很放松。来这种陌生的城市，在桂林，我们特意品尝了传承3代的螺蛳粉，虽然名声在外。但味道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。看一下这个传承了3代人的，就说实话，3代人都卖螺蛳粉，应该开成一个企业或什么之类的。差不多吧，反正尽量吃完了，然后我们就准备出发啦。非常充实啊，在桂林短暂的待了1个半小时吧，估计。然后现在晚上8点，估计到了应该10点多吧，或11点，继续夜行的状态。这种不断行进在路上的感觉，面对未知的风景和事物，实在令人兴奋不已。现在晚上买了门票2张，80一张，但是我用的是优惠，所以就是146。哇，真的是上次来的是好几年前了。不过这里真的一点变化都没有，这取标车还是很熟悉的。晚餐后，我们继续前往龙脊梯田，一路上气氛轻松愉快，但进入山路后，夜晚的行驶变得格外惊险。哇，各位看一下，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寨子里面呢，在这个龙脊梯田寨子里面，非常的刺激。比如说，我现在把这灯关掉的话，直接就全黑了。这让我想起了这个在风区国家公园的 Snake Road， 就是蛇道，就是这样的感觉。但这里因为不熟悉嘛，所以还是得开得慢一些。开的已经蛮慢的。哇，这段路真的很颠。我们接下来这路还要再开半个小时才能到呢。我们最终安全抵达了目的地，结束了这充实而精彩的一天。终于到了木城山社，天哪！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山上真了不拉屎，一片漆黑。到达半山腰的酒店后，眼前的风景依然美不胜收，房间还配备了浴缸，让人能够好好的放松一下。所以这样 vlog 到此为止了，因为非常累了。接下来就要在这里泡一泡，充实的一天。Catch you in the next one. Bye. 至此，期待明天继续探索新的冒险旅程，敬请期待我们下一个故事吧。